娱乐圈搞出新花样，要让50名赏金猎人追击4名犯人，而我有幸成了逃脱4人组之一。得到消息以后，我在节目组的眼皮子底下徒手打开了12道特制的枷锁。我看着组队的其他几个人，天才黑客、战术大师、催眠大师，这可就怪不得我们一起干一票大的了。张志军，有个娱乐节目，你将代表咱们餐馆参加，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。经理老刘站在牢房的门口，告诉我关于这个节目的消息。我们这个餐厅都是一些刑满释放人员，出来了没地方去，才留在这里组成了餐厅。因为现在的娱乐圈节目越来越无聊，某个导演突发奇想，打算玩一把大的。他们弄了50个号称赏金猎人的家伙来直播抓捕真正的罪犯，而我们成了最好的选择，既不算危险，也了解罪犯的一切，最重要的是逃脱能力极强。以7天为时限，如果罪犯逃脱，赏金猎人失败；如果赏金猎人抓到了全部的范围，则赏金猎人胜利。这档节目就叫最强赏金猎人。显然节目组都更看好赏金猎人。经理老刘在门口开口，你可得好好表现，得让这些业余的什么赏金猎人知道抓人的难度，毕竟罪犯都是很危险的。我点点头，放心吧，毛都让他们找不到，毕竟要是我想跑，你都抓不到，不是吗？老刘被我说的脸色一红，直接岔开话题，我去给你解锁，摄像机拍着呢，要看起来像真的。而此刻我已经打开了牢房的大门，在老李目瞪口呆的表情下，从他口袋里拿出一根烟。我点燃香烟，吸了一口，不用，我自己开吧。老刘愣在了原地，因为我是个神偷，所以节目组特意弄了12把锁，将我的全身都锁住。而外面这道牢门更是银行保险柜级别的，几句话的功夫，他甚至没听到响声就被我逃出来了。这意味着牢门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个摆设，甚至我拿走老刘的烟，他都没有察觉，还是我点燃以后他才注意到。我的盗窃手段堪称艺术，这世界上就没有我搞不定的锁。当初之所以被抓，那是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某些心愿，不需要继续做这一行。我拍着老李的肩膀，别想不开，毕竟神偷行业我世界排名第一。老李还是脸色难看的带着我去了会议室。会议室里的其他几名节目制作人也都脸色难看，他们看管的牢门都被用不同方式强行打开。显然我这3个同伴也都是超出他们认知的家伙。我去的最晚，其他3个人都坐在了椅子上。瘦小的家伙叫15，是个顶尖的催眠大师，任何人看到他都可能被瞬间催眠，甚至不需要和他的眼睛对视。靠在墙边的一个沉默的消瘦男人叫李宇，曾经在国外从事一些特殊工作，我们都愿意叫他战术大师。他身体虽然消瘦的，但全身上下都是杀人的武器，而且战术指挥的思路非常清晰，显然曾经是某些顶尖杀手的指挥官。最后一个戴眼镜的少年叫老狗，听说是一个顶尖黑客，不过监狱里没有电脑，谁也不知道他的水平。我们4个在监狱的时候关系不错，主要是监狱里有自己的势力范畴，一些黑老大称王称霸，我们就是格格不入的那一类。发生了几次冲突以后，那些黑老大也干脆不惹我们了，于是不少人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土的名字，监狱 F4。我看着另外3个人好不容易能出去了，干一票大的。店长老大平时管得太严了，另外几个人的眼神中也带着火热，50个人就想抓咱们几个，我觉得他们在想屁吃。你们会提前出发1个小时，被投放在闹市区。1个小时以后，赏金猎人在闹市区开始追踪，画面是实况直播的，你们尽量克制一点，毕竟是节目，别弄出太大的动静。店长担心地看了看我们，毕竟我们虽然没表现出什么攻击性，但是刑满释放的人，不说穷凶极恶，起码不会是什么好处理的家伙。我们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就准备出去。而此刻，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节目组注射了一个微型的 GPS， 这是为了防止我们真的犯罪。同时，作为罪犯阵营，在到达闹市区之前，我们都被戴上了手铐。直升机也不出意外的升空，随时监控我们的情况。监狱和导演都很担心，生怕我们弄出什么大乱子。这是节目，可不是真正的抓捕逃犯。我们坐在车上，不断地用眼神交流。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光从眼神就能明白，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而想要让游戏更加刺激，第一步就是在闹市区第一时间逃离。反正店长老大的说法是到了闹市区就可以自由活动，他可没说我们是不是必须等着放我们出来。其他几个人都看着我，开锁这活还得是我来做。我从15的头发上拔下一些头发，这里面没有铁丝，将头发丝搓在一起也能起到效果。唯独15不太满意，不过看了看李宇的短发和老狗那软趴趴的头发，他也没脾气了。不到5秒钟，我手上的手铐直接打开。1分钟后，我们4个人已经全都自由了。我计算着时间，觉得应该已经到了闹市区，直接打开了车门。我观察了一下附近的情况，直接带着他们开溜，刚好是在城市的高架桥下面，阻挡了直升机的视线。5分钟后，导演慌了，车子还在行驶，但是我们的 GPS 已经不在车上，他就去冲了一杯咖啡的功夫，
我们就不见了。直升机的视频画面回放也完全没发现我们的踪迹。好在 GPS 还在，导演才稍微安下心。他立刻指挥直升机按照 GPS 的定位重新寻找我们的踪迹。没多久，他就看到了让他崩溃的一幕。我们4个人正在悠哉地吃着广式早茶，甚至身上的衣服都换成了崭新的。这是路过服装店的时候，我顺手牵羊拿来的，还贴心地找好了适合每个人的尺码。感受到了直升机在头顶，我对着直升机挥了挥手，然后将一张字条放在了杯子下面。老狗看着我，老张，弄一台电脑和手机。我把 GPS 解开，我点点头。5分钟以后，下一个街角的咖啡店汇合，记得帮我点一杯卡布奇诺，双倍糖。其他几个人点点头，我直接走上了街头。此刻是午高峰，来往的人很多。我在人群里转了几个圈，就完成了任务。1台电脑，4部手机。至于苹果手机能不能开锁，完全不需要担心。我在咖啡店和其他几个人会合。现在的我们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商业精英，悠闲地喝着上午茶。而赶到了广式早茶店铺的剧组人员都疯了。那张字条上写着的赫然是麻烦帮我把衣服的钱付了，就在街角第2家店铺。老李，等下取出 GPS， 咱们就自由了。老狗摆弄着电脑，扭头看了一眼老李。这种用手术刀取出 GPS 的工作，只能老李来做。虽然他的前职业是什么，他不想说，但是关于战地的一切，他都手到擒来。老李点点头，拿起一把薄薄的壁纸刀，做好了准备。我则点开了手机，进入了最强赏金猎人的直播间。此刻的直播间已经炸锅了，弹幕上不断有文字飘过。我靠，这几个真是普通罪犯，就这身手，你说他们是什么爽文小说里的特种兵王，我都相信。此刻的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也有人发出疑问，这不对吧？他们好像是哪个餐厅的服务员，我还去吃过饭的。不过节目组为了效果，第一时间将这个用户踢出去了。也有人深深的担忧，这几个罪犯要是逃脱了，咱们可怎么办？他们不会杀人放火吧？一个青蛙头的 ID 直接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，别闹，我真在这个城市呢。很快镜头切换，标成了我留在茶餐厅的那张字条，满屏的666飘过，节目效果拉满。不少人都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会如何发展。看到观众担忧的导演也出现在直播镜头面前，开始解释，各位放心，节目组做好了一切准备，罪犯的身上都有 GPS 定位，不会丢的。关键时刻我们还会申请帮助，罪犯不可能危害社会。然而他的话音刚落，老狗就点了点头，老李，动手吧。老李找到身上的 GPS 植入点，飞快地做了一个小型的切口手术，一枚带血的 GPS 芯片被挖了出来。不到5分钟，我们几个人身上的 GPS 芯片全被挖了出来，一人贴上一个创口贴，就算是手术完成。我们4个人，一人端起一杯咖啡，碰了一下，接下来自由了，我们要开始胜利大逃亡了。几个人的嘴角带笑。随后我们快速穿过咖啡店，在建筑物的遮挡下直接离开了直升机的监视范围。我同样留了一张字条放在了 GPS 的下面，上面写着 Surprise， 可以说是将犯贱这件事发挥到了极点。至于买单这件事，我们完全不担心，反正节目组会处理好的。很快赏金猎人也到了出动的时间，号称赏金猎人之王的唐龙飞快地找到了我们藏身的咖啡店，只是看到纸条和 GPS 的一刻，他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画面的镜头此刻也出现在屏幕上，导演看着4个 GPS，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。刚刚他还信誓旦旦的保证，这才不到10分钟就被打脸。我在直播屏幕上再次看到，观众真的炸锅了。我靠，导演你告诉我，这是节目效果，不是真的。你确定这只是普通没危险的罪犯？肖申克的救赎都不敢这么演吧？这次导演没做出任何的回应，而是切换到了赏金猎人的介绍上。一个个赏金猎人的介绍都极其装逼，最差的一个也抓不过赏金10万的罪犯，大众这才安下心来。而此刻的我们已经偷了2台拉风的迈凯伦 GT 跑车招摇过市。我看向旁边的老李，我先说好了，咱们是去惩奸除恶的，你可别打死人。老李点点头，没有继续说话。关于他的事情，我们多少都知道一些。老李之前做什么不知道，但是他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。后来老婆厌倦了老李不回家，选择了离婚。老李独自一人照顾女儿，可是在他女儿6岁那年，得了很严重的病，具体是什么，老李不愿意说。给女儿看病，花光了老李所有的积蓄。看着女儿将要病死，老李不忍心，于是他通过一些非法的渠道，找到了一位愿意出高价聘请他押送违禁品的黑老大。然而老李并不知道，这是一次钓鱼行动，货物刚送到，他就被抓到。抓到的时候，老李并没有反抗，而是要求打一个电话。他把电话打给了黑老大，希望黑老大能按照承诺支付女儿的医药费。出狱后的老李就打算报仇，可是店长老大劝住了他，说要遵纪守法。他女儿也不希望他被仇恨蒙蔽，
加上老大的确厉害，老李打不过，才算是压了下来。可这些年的沉淀，他对黑老大可谓是恨之入骨。如果没有人劝阻，我估计老李肯定会将黑老大活剥了。现在有了好机会，老李自然不会放过。而3年的时间过去，黑老大也已经今非昔比。2台迈凯伦停在一个巨大的庄园附近，光看庄园就知道，黑老大已经跻身上流社会。整个庄园里的小弟，保守估计不会低于50个。我看着老李，这事儿不好办啊，要不研究研究，我弄开锁去暗杀吧。老李摇摇头，不用，我得让他知道，惹怒一只老虎有多可怕。我看着老李冒火的眼神，已经确定这个黑老大的下场一定不好受。不过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下手。老狗看向15，你去套个话，看看他们电脑的 IP 地址。15点点头，双手插兜，大摇大摆地走向了庄园的保安室。老狗告诉我们，先黑进他们电脑，找到账本之类的证据，到时候再把他们一锅端。老李默不作声地坐在车子里面，反复擦拭着一把我帮他偷来的尼泊尔弯刀。要不是我们身份特殊，而且在国内，我都想去看看能不能弄2把枪过来。毕竟面对几十人的黑帮团伙，我一个神偷，可是心里没底。没几分钟，15已经回来了。他再次把脸在绅士帽的帽檐下面。不催眠的时候，他很少直接和人对视，也许是职业病的缘故，他看人的第一眼就习惯性的会用上催眠术。15干脆利落地说了庄园的 IP 地址。从简单的交谈中，15就获取了不少情报。庄园里的人应该有132人，其中105名是黑社会背景，剩下的是佣人。而黑老大现在不在庄园，要等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会回来。我感叹15的催眠术真好用，要是我有这技术，根本不需要偷东西了。一个对视，对方连内裤都能交给我。很快，黑夜降临，一台黑色的防弹凯雷德驶入了庄园。老张，这次不用你开锁。老狗看了我一眼，直接点击了电脑的回车键。这种电子锁可以被黑客直接攻破，只有房间里的老式门锁需要我来开。我们4个大摇大摆地往里面走。我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这里发现了一个黑社会团伙，我们已经被发现了。地址在……电话另一头是接线员一脸懵逼的声音：先生，你们快离开现场。而此刻我已经挂断了电话，直接跟在老李的身后冲了过去。虽然我是神偷，但是也多少懂一些拳脚，这些普通的打手还不是我的对手。双手空空如也的我直接靠近了一名打手，下一刻打手的裤腰带就被我抽了出来，他刚要前冲，裤子掉下，直接摔倒在地上。我拿着皮带的铁头狠狠地抽打在对方身上。这一幕老李都看呆了，他们打死也没想到神偷的技能还能这么用，他们都觉得一阵恶寒，害怕自己没注意的时候内裤都被我偷走。和我这种小打小闹相比，李宇的动作很快，出手就是杀招，几乎每一拳每一脚都能让对方直接丧失行动能力。老李所过之处，所有的打手都是骨断筋折。我看着老李所向披靡，直接开口：我先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需要拿的或者开锁的。老李点点头，一个人向前杀去。15和老狗倒是战斗力相对较差，但是这些打手也没什么威胁。老狗直接找了一间屋子进去，控制着电脑将房间自动落锁，可谓是将龟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。15摘掉了帽子，眼睛就像是2个漩涡。所有和15对视的打手都会停下动作，迷茫的挠头，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。如果不是时间太短，15甚至能控制着他们一个个自杀。这就是催眠大师的恐怖能力，甚至就是老李看到了都觉得脊背发凉。毕竟他再能打，如果一时陷入了沉睡，那是待宰羔羊。很快，庄园的广场上就被清理一空，老狗也从房间里钻了出来，站在老李的后面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狗仗人势。他们走到庄园大楼的时候，房间已经开了，我将大楼3层的房门都开了一个遍，还顺带找到了2把手枪。我将手枪丢给了老李，老李简单的摆弄了几下，就插在了腰间。而听到了有人进门，大楼里面的打手也全部出来了。这一批打手精锐很多，手里都拿着尖刀。老李也从裤腿抽出了那把尼泊尔军刀。这么小的地方，闪转腾挪的地方很小，15的催眠也没什么大用了。没等四目相对，刀子就落在身上了。他和老狗果断地找了一间房躲了进去。我也拿出了匕首，看着前面的人，不断地深呼吸。老李看了我一眼，你去看看那家伙在哪间房，等我过去就行。这些人交给我就行。我皱着眉，这么多人，你能行吗？老李这才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我以前是黑水雇佣兵公司刺杀小队的总教官，他们刺杀政要的本领都是跟我学的。我摊了摊手，那无所谓了，这绝对是降维打击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差不多还有15分钟，咱们赶紧完事，然后跑路。我从一个房间进入，直接打开窗户，一跃而上。6层的庄园别墅，不过1分钟我就已经爬到了顶层。按理说顶层应该是最重要的方向，但是开锁以后我根本没发现有人。
我看着屋子里的装饰，应该是老板间，差不了。那么，这意味着老板很可能藏在其他的地方。外面拳打脚踢的声音很大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打手惨叫，我不禁有些头皮发麻。之前在监狱的时候，我们也和被关进去的黑老大有过冲突，但是李宇只是给了一个下马威，徒手掰弯了一根钢筋就离开了。此刻听到外面的惨叫，我毫不怀疑，如果不是在监狱，当时的黑老大能被他打死。我不断地摸索着房间的结构，按照我的想法，这间房也许有密室，黑老大都愿意弄这些故弄玄虚的东西来保命。但是在专业人士看来，密室这种东西根本藏不住。不过简单的打量了房间以后，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房间的体积是藏不住的，有密室，房间一定会在结构上看起来缺少部分体积。但是这间房的体积没问题，所以根本不可能有密室。我从楼上往下走，连续打开了几间房，都没有任何的线索。等走到3楼的时候，下面的战斗已经结束了。老李手里的尼泊尔军刀都砍卷刃了，他用手硬生生折断了最后一个打手的四肢，然后看着我，找到了吗？我摇摇头，跑是不可能跑的，就是不知道藏什么地方了。始终躲在房间的老狗忽然出声，房间里的音响响了起来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他进地下室了。往下找就对了。我们4个人一步一步往地下室走去。到了门口，我直接打开了门锁。老李看了看我们，你们先别进去了。老李推开门，紧接着就是枪声出现，随后接连不断的惨叫出现。老李出来的时候，拖着半死不活的黑老大。此刻，黑老大的头发都没了一大片，看样子是被活生生扯下去的。他全身瘫软，像是烂泥，身体重要的骨头都被活生生砸碎，裤裆上是一团血迹，估计是被老李给废了。等警察查起来的时候，这也好解释。面对100多名持械黑社会，我们4个人下手狠点怎么了？这是正当防卫，是紧急避险。做完一切，我找到一罐喷漆，在墙壁上开始喷涂，做好事不留名，谢谢。留一点也行，我们正在参加逃亡节目。垃圾猎人们，来抓我们啊！做完这些，我看了看手表，还有3分钟。我直接跑到了酒窖里，拿走了几瓶好酒，顺便把旁边雪茄柜里珍藏的雪茄也全都塞了起来。我们4个人，一人叼着一根粗大的古巴雪茄，穿着染血的黑西装，从房间潇洒地走出。刚离开房间，红蓝双色的警灯就亮起。我们进入迈凯伦里的时候，刚好警车从我们的车边路过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晚上来点夜宵。老狗，你找找定位，我们就在那群傻逼猎人的隔壁吃。看看直播，现在估计已经看到现场了吧？我往嘴巴里塞了一块3文鱼，直接点开了手机。节目还在直播，节目效果直接被我们的操作拉满了，全网都在刷，真侠盗猎车手啊！这也太狂了，不能等下弄出个飞机，给城市都炸了吧？然而，很多人是不同的意见，我看着不像是法外狂徒啊，这比赏金猎人还赏金猎人。要是赏金猎人都有这个能耐，城市安定多了。反正这一波我粉了，这他娘的就是侠盗。可惜啊，没有战斗的实时画面，要不爽死我。尤其是看到了我们留在墙上的涂鸦，不少人都笑疯了，这是赤裸裸打节目组的脸啊。不过这几个家伙还真贱，挺有节目啊。导演之前立的 flag 基本上都被我们摧毁了。2天的时间，整个节目组都被我们牵着鼻子走。要是我们不留下涂鸦，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。这要是放炮了4个罪犯，他这个导演也就不用干了。但问题是，他管不着我们。监狱放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是直接下达命令的，和节目组无关。我们现在也算是配合节目组录制，起码留下了涂鸦。他们也不好再去找领导说什么。全网都在笑嘻嘻地看节目组的乐子，而直播画面切换到赏金猎人的时候更有乐子。不少的赏金猎人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觉得我们肯定往人烟稀少的地方去了。许多赏金猎人此刻还在山里啃泥巴，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喝着清酒吃烧鸟。号称最强赏金猎人那家伙，更是直接跑到了警察局，希望能从黑帮分子口里得到消息。导演为了流量也豁出去了，直接调出了庄园的路线，当做直播画面放了出去。李宇在庄园里大杀4方的景象，让全网的女性都为之沸腾，这也太帅了，秒杀一众小鲜肉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以后就是我的男神了。而全网的男同胞看到我秒脱裤腰带的画面，都留下了阴影，这要是抓得往下一点，不就是拆弹专家吗？妈的，这家伙以后看到了，躲远点。不得不说，网友是懂得看重点的。而对于老狗的黑客技术和15的催眠术，也都有着不同的评价。大家一致的观点都是，这4个家伙很强，强的离谱那种。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么强的家伙是怎么被抓到监狱里去的。单靠黑客的技能，弄一张出国的机票和身份，应该不是难事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。我看向了老狗，你的事儿，咱们找个地方去办了。老狗点点头，我弄个好点的酒店，你们在酒店里玩就行，我自己弄。我点点头。不过很快，一丝恶趣味再次浮现。我看向老狗，你黑进直播间？老狗想也没想，直接点头。
然后直播间的画面就变成了我的手机摄像头。我举着摄像头看向了屏幕，大家好啊，你们的弹幕我都看到了。不过我这次黑进来，主要的目的是对赏金猎人们说一句话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我就在清源路的烧鸟店等你们5分钟，5分钟以后我可就走了。说完这些，我切断了链接，静静地看着手表，说5分钟就5分钟。他们追来了，我带着他们兜几圈。老狗，你慢慢弄你的，弄好了给大家说一声就行。我选择了赏金猎人多的方向走了过去，所有的赏金猎人都在摩拳擦掌，以为我是要开战。然而走到一边的时候，我飞快地抓住旁边的下水管道，如同猫一样爬上去。所有赏金猎人都目瞪口呆，我坐在楼顶上，叼着雪茄，来呀，追上了，我给你们发糖吃。我悠闲地抽着雪茄，其实这是为了给老狗他们争夺时间。我们所谓的干一票大的，就是将4个人未完成的心愿全部完成。老李的已经结束，他女儿的在天之灵得到告慰，接下来就是老狗的。他年少轻狂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制作了一款超级病毒，甚至他还在超级病毒里留下了一个加密签名，只要破解了病毒，再破加密签名，就能直接找到老狗。然而原本只是为了炫技的病毒传播速度太快，竟然进入了城市交通的系统中，一台电车因此失灵，虽然最后没有人死亡，却有不少人因此受伤。老狗愧疚地选择了自首，心里也始终有一个梗，所以这次离开他的目标就是给城市交通重新编一套更加先进的系统。这套系统他在监狱中通过脑海演练了无数遍。正因为害怕赏金猎人耽误老狗的进程，我才来了这么一出跑酷大戏。我点开了手机摄像头，这部手机经过了老狗的加密，根本不怕被追踪。手机再次连接到直播内容，我叼着雪茄和大众打招呼，刚刚吃得太撑了，用这些废物猎人消消食。接下来请收看你们的国民老公超究极无敌花美男老张的跑酷表演。话音落下，我就一个大跳，直接飞越了房顶，而我的身后刚好出现了气喘吁吁追上了天台的赏金猎人们。我把手机屏幕对准了赏金猎人们，你们看这群废物猎人像不像是被耍了的大马猴？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赏金猎人们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身手好一些的已经做好了跳过来的打算。我大摇大摆地继续往前走，打算从天台离开。砰！号称最强赏金猎人的家伙已经跳了过来。我拿好摄像头，直接开启了极限跑酷模式。我继续从房顶飞跃，然后顺着空调外机一层层跳下来，再跳上一栋巴洛克老建筑的房顶，单手抓着穹顶上的塑像，看着下面的家伙。此刻弹幕都炸了，这也太帅了，职业跑酷都没这么帅吧？有人分析了其中的道理，这家伙不跑就要没命，估计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这是真正的猛人啊！下面那些赏金猎人倒不是能力不够，主要是他们没理由玩命。所有人都沉默了，良久才有人发送弹幕，一个节目没必要玩命吧？我看向了屏幕，你们说得轻巧，有时候人不玩命就活不下去。9岁的时候我就当自己死了，所以我才能活这么多年。怕死的人永远第一个死，活着是勇敢者的奖励。我从穹顶一跃而下，飞快地甩开了下面的赏金猎人。我死死地盯着前面的摩天大楼，150层的玻璃外墙，我将会在大楼的外墙顶端给他们讲述一个秘密。垃圾们想抓我就上来！我在直播中喊了一句，就开始了向上攀爬。直播弹幕中都在疯狂打字，我靠我靠我靠，这货疯了吧？那是150层城市最高建筑啊，他就这么徒手爬上去，这掉下来肯定摔得轻一筷子一块吧。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弹幕，网友都笑抽了，哥们，要不你也试试，不给你摔成肉饼算是结实。然而我根本不理会这些人怎么想的，直接开始了攀爬。我的速度很快，没多久就到了50层楼的高度。我很喜欢居高临下的看风景，可能和小时候压抑的情绪有关。这种开阔的感觉能让我将生活的烦恼短暂的放下。如果失手了，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的宿命。看着我开始攀爬摩天大楼，所有的赏金猎人都已经放弃了追踪，他们不想玩命，也不愿意为了一个节目付出任何代价，这就是他们追不上我的根本原因。我不断的攀爬，汗水出现在我的身上。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打算攀爬这座高楼，但是被捕之前没有这个时间。很快我就爬到了100层，然后冲击最后的1/3路程。光滑的玻璃墙面很难找到发力点，尤其是越往上，弧形越多，发力点越小。可这在我的面前不是问题。我从小到大不知道攀爬了多少建筑，一开始是喜欢，后来是为了逃亡。哪一次逃亡不是为了活命，放下恐惧，才能更好的活着。很快我就爬到了摩天大楼的顶端，我坐在上面，面对着直播，点燃了雪茄，抽了一口，我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我和很多小偷一样，都是苦命的孩子。9岁的时候，煤矿塌方，父母都死在了里面。我和妹妹太小，煤矿的老板欺骗我们，只给我们留下了1000块的赔偿金。按照原则，我和妹妹是需要被人领养的。
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领养女孩，所以妹妹始终没人要。我拒绝了领养，留下照顾妹妹。我知道自己如果走了，4岁的妹妹会饿死在街头，而我也没比妹妹大多少，还是个孩子。我们生存不下去，只能靠着偷东西生活。我偷了10几年东西，将妹妹独自养大，供她上学。这中间也不是没想过金盆洗手，但是没有文化，没有手艺，在工厂打螺丝赚不到多少钱，我连妹妹的学费都供不起。于是我从工厂出来，重操旧业。我心里有一个念头，等妹妹大学毕业了，一切都好了，就金盆洗手。然而妹妹考上高中的时候，我被抓了。其实我可以跑掉，但是妹妹在，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狼狈的样子。我假装和警察很熟的样子，勾肩搭背地走出屋子，默默地戴上了手铐。警察是个好心人，告诉我会帮忙照顾妹妹的。于是我心甘情愿地成了囚徒。我也不希望妹妹和我这样一个小偷在一起。我的故事就这些，很简单，也很平凡。讲完了故事，弹幕都沉默了片刻，大家也许都不知道怎么评价我这个人。而此刻的我，却在屏幕上说了更加大胆的一句话：我会从这里跳下去。真正的速降。赏金猎人停止了行动，静静地注视着我在上方的举动。这是一场伟大的极限运动，即便是他们，也不愿意破坏这样的情况。而我真正的目的是给其他几个人创造出空闲的时间。我在大楼的顶部找到了很多年前我就藏好的一装飞行套装，曾经就设想过在这栋大楼上一装飞行，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就在我准备飞下去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老狗略显疲惫的声音传来：老张，我的行动结束了，全新的交通系统我已经匿名发给了相关部门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准备后续的计划。我直接挂断了手机，在大楼上感受风的方向。其实每一个小偷都是极限运动的爱好者，逃跑是他们最大的依仗，至于偷东西的本事，那是吃饭的手段。我看向直播的屏幕，一起来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吧。我从150层高的楼顶一跃而下，整个人像是流星一样飞快地坠落。在天空之上，我张开了一装飞行的衣服，整个人瞬间像是鸟一样在天空滑行。我的速度极快，不断地穿过楼群，向着远方的森林公园飞去。那边是最好的降落地点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赏金猎人也坐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，打算到森林公园抓捕我。然而地上跑的怎么可能快过天上飞的？我在天空中甚至悠闲地看了一眼夹在头盔上的手机，弹幕都在惊呼：卧槽卧槽卧槽，真跳啊！这哥们不去红牛做挑战真可惜，这要是有官方在，吉尼斯世界纪录没跑了。这就是神啊！我在天空中不断地翱翔，地面上不少人都在抬头看着我，他们都震惊了。翼装飞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极限运动之一，一般不是专业的表演场地，很难看到。他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的飞行。直播间的人数也从我爬楼开始的100万人在线，直接暴增到了500万人。此刻的导演组已经激动到不行，我就是他们最大的宝藏。这一路上的骚操作，基本上让导演奠定了这节目的基调，一个无可超越的综艺节目。而且任何人都没有质疑，这可是直播，还是我利用老狗的黑客能力强行切进来的直播内容。如果我们不是罪犯，估计导演现在就想要跑到我们面前给出天价的合约。不说别的，就是这1月翻拍一个内地版的尾气8项绝对没问题。只是此刻的我已经不关心这些内容，距离地面越来越近，我已经打开了降落伞，直接滑行到了森林公园里。落地的一瞬间，我就直接跳进了森林公园的湖里。进入到湖中央的时候，我切断了直播。这下轮到了全体观众傻眼了，他们全都知道我怎么跑的，但是赏金猎人根本没办法去追。这种陆海空的逃离方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出现在了酒店门口，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已经被我换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极其名贵的燕尾服。我手里拿着的袋子是给其他3位兄弟准备的燕尾服。我走进房间，看着其他几个人，各位，老狗的事情也结束了。后天咱们要一起参加一次开学晚会。你妹妹喜欢什么？尼泊尔军刀还是战术套装？快要去参加我妹妹开学晚会之前，老李忽然开口。我一脸怪异地看着老李，你送礼物都送这些东西？老李点点头，之前在阿富汗，我每年我送一柄战术军刀给我老婆。我揉着脑袋，你老婆和你离婚也不是没道理。老李目光冰冷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笑着拍了拍老李的肩膀，哥们，这是送礼物，不是战地友情。你老婆喜欢的肯定是衣服、包包、口红之类的，你送一把战术军刀是让她去砍人吗？老李听着我的话，认真地点点头，保护自己很重要，尤其是我不在身边。我揉着脑袋，和这种钢铁直男说不明白。不过老李还是努力地想了想我的话，最后表示赞同。我们一起去逛商店，这一次我没有开启自己的神偷技能。15和老狗表示，买单的钱都是他来付。他们这种技术型人才都很有钱，如果不是性子太跳脱，老狗恐怕靠着黑客技术就
就能年薪千万甚至更多。而15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。我曾答应过妹妹，她大学开学的晚会我会去参加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。我也曾和领导申请过，申请通过，只不过还没来得及用上申请，就碰到了这个娱乐节目。逛了一整个商场，我买了一个精致的芭比娃娃。小时候妹妹就想要一个，但是条件有限。我告诉她，等哥哥能自己赚钱了再给她买。倒不是说我偷不出来一个芭比娃娃，而是那些年我只偷足够养活我们的钱，没有必要的花销，我不会出手。老李、15和老狗都选择一些适合女孩用的东西，衣服、皮包、化妆品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塞了满满2个行李箱。15和老狗刷出去10几万，我感激地看向他们，谢谢。15和老狗拍着我的肩膀，咱们是哥们，你妹妹就是我们妹妹。做完了一切，我们准时出现在了妹妹的大学迎新晚会上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到来。等一个节目完成，我们4个人从房顶直接速降到了场地上。2个巨大的行李箱放在妹妹面前的时候，他人都惊呆了。妹妹眼睛里带着眼泪，狠狠地抱住我，而全场也沸腾了。这不是那个节目里面的小哥哥吗？真人太帅了。不过也有人担心，这4个好像都是罪犯，不会出事吧？显然，学校的保安也并不愿意接待我们。我和妹妹挥手告别，答应你来参加迎新晚会，我做到了。现在我给你表演一个节目。妹妹看着我们的身影越走越远，我们4个人站在了舞台上，而下面已经出现了学校的保安。直播间的人也都沸腾了，这是什么神仙哥哥？这也太甜了！逃亡的时候还来宠妹妹，完了，我男生简直帅到了心坎里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赏金猎人也听到了信息，来到了校园里。我们4个人站在舞台上，我拿起了话筒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魔术，金蝉脱壳。我点燃了手里的烟花，刺眼的烟花在天空中盛放，而五光十色的烟花之中，我们4个人的身影瞬间消失。舞台下面早就放置好了逃生通道。几分钟后，我们就从地下通道里走出来，站在附近的街角。15深吸一口气，接下来很危险，拜托各位了。老狗找到了吗？15看向老狗，眼神中带着一丝焦急的意味。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覆灭一家儿童福利院。不，准确地说，那是一个打着儿童福利院招牌的人贩子窝点。15曾是最好的心理专家，催眠技术主要是辅助心理治疗，让人能放下心理的戒备。当时的15出于安心，接受了一家儿童福利院院长的要求，帮助儿童福利院中有问题的孩子进行心理治疗。这些孩子都很叛逆，嘴里嘟囔着要找家人，而且反抗的意识很强，会弄伤别人或者自残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15只能通过催眠的方式让孩子变得异常听话。不过这些都是假象，每天都在忙碌的15根本没发现，这个看似慈祥的园长老头其实是人贩子头目。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是被拐骗来的，孩子们的反抗是正常的行为，只是在园长的嘴里，这些孩子变成了叛逆，不可救药。然而就在最后一次做完催眠治疗后，警察找到了15此刻才知道儿童福利院不见了，所有的孩子都被人贩子转移了，而15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帮凶。因为心里的愧疚，15没有给自己找律师，在法庭上认罪。他心里最大的结就是成了人贩子的帮凶，让无数的孩子无家可归。他发过誓，等离开了监狱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人贩子复仇。这也是我们此行最后的目的地。老狗在暗网上不断地搜索消息，进行过滤。人贩子最大的缺陷就是需要交易，只要交易就会有相应的渠道、相应的信息，找到了这些蛛丝马迹，就能迅速地锁定对方的位置。忙碌了2个小时，老狗的声音响起，找到了，还在这城市里，已经变成了一个救济所，对外仍旧宣称提供儿童福利服务，私下里进行儿童的买卖。他们的方式隐蔽得多，卖家会装成施舍的富商，给救济所捐款以后，所长会让信徒来领养孩子。你看看这个照片，是不是这个人？照片出现在15眼中的一刻，无穷的怒火就在15的眼底升腾。15几乎是咬着牙说出的，就是他，化成灰我都不会忘。老狗点点头，开始锁定救济所的位置，并且开始进行救济所摄像头的破译工作。救济所里面非常复杂，除了正面的大厅之外，后面都是不开放的，所以正常手段根本不知道那边的结构。而孩子们被困在最后面的一个小屋子里，里面的情况没办法探查，老狗也只能摊了摊手。老李却走到老狗旁边，帮我找一个附近的地图，越详细越好，周边建筑、设施全都要。老李看着详细的地图，然后略微思考，指出孩子可能不在黑门里面，这地方连通了下水管道的通路，很可能下面还有暗道，用来把孩子弄进来。我的建议是，我们兵分2路，我从正面杀进去，老张想办法从地下管道那边追捕。我点点头，行动可以开始了。老李的眼神微眯，他也是有孩子的人，心底同样充满怒火。
我看向了老李，正当防卫也是可以打死人的，但是要求是一击毙命，不难吧？老李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不难，就是便宜他了。伙计们，我先进去，你们听我动静再动手。队友和我比了 OK 的手势，我飞快地从救济所一侧的大楼爬上去。人贩子的基地往往有不同的设置。刚到了楼上，我忽然和一个小姑娘四目相对。小姑娘看着我，你是谁？我皱着眉，略微思考，然后反问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小姑娘咬着嘴唇，不说话。我立刻表明身份，我不是人贩子，我是来捣毁这里的。小姑娘上下打量我一下，才开口，我要从这里逃出去，只有顶层才没人看着。他们打我，我受不了了。我点点头，但是目光死死地盯着小女孩的衣服。小女孩发问，叔叔，你会救我离开的，对吧？说着，小女孩露出了楚楚可怜的表情，向着我跑过来。就在小女孩即将近身的一刻，我飞快的一个后撤步，反手掐住了小女孩的手腕，一柄匕首也从小女孩的手里掉在了地上。我直接用口袋里的签字笔顶住了小女孩的喉咙，小年纪这么狠毒。小女孩愣了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我露出冷笑，你真以为我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？你是这里的小铃铛吧？小女孩肉眼可见的慌了。所谓的小铃铛，就是人贩子组织里的小孩成员，他们负责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，然后带着其他孩子进入人贩子的陷阱。因为他们负责召唤其他的人贩子，所以被称为小铃铛。一般来说，他们都是人贩子组织成员的孩子。我看了看小女孩，她身上的确有被打的痕迹，下手的像是个男人，所以她爸爸应该是这里的成员。被我揭开老底的小女孩直接换了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我是被迫的，我不做，他们就会打死我。我不为所动，如果不是我经验丰富，恐怕刚刚就被弄死了。这种小孩子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。我看着小女孩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帮我找到其他人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我现在直接把你送给警察。当然，你做得好，我也可以算你立功，帮你找个好点的领养家庭。小女孩的表情很挣扎，她摇摇头，他们很多人，你一个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能成功？何况我也不认识你。我手里的签字笔用了用力，笔尖刺破了她的脖子。小女孩彻底慌了，我答应你了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你找到人贩子之前，必须把我打晕。我点点头，这小丫头很精明，打晕了，她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如果我失败了，她也不会被处罚；如果我成功了，还能得到好处。我同意了小女孩的要求。她告诉我们的情况和老李分析的差不多，最里面的房间有一处地下通道，孩子和人贩子都在里面。我直接动手打晕了小女孩，然后给老李发送信息，地点找到了，你们准备进来吧。救济所里面静悄悄的，老李他们进来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，人贩子都在后面的密室忙碌着贩卖孩子的事情。至于外面很少留人，主要是密室很隐秘，而且密室的入口有人把守。救济所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倒是无所谓是否看着。按照小女孩的指引，我们到了人贩子密室的外面，看守的人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，就被老李一击打晕。我拿出电话打给了警察局，你好，我要报警，发现了一伙人贩子，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，已经过来了，你们不着急过来。两句话几乎是自相矛盾，但是我根本无所谓，说出了地址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房间里也传出了走路的声音，我打电话的时候直接开的免提，就是要让里面的人知道，他们出来我们才能更好的动手。15和老狗直接躲在了后面，他们这种技术型人才打架倒是不再行。老李看了看我，你也休息吧，直接带着他俩去地道另一边堵着。我点了点头，直接去找外面的下水道。下水道已经被人贩子改造，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通道，而且清理得很干净，完全没有淤泥之类的。我蹲在下水道里面，点燃了一根香烟。15和老狗将所有的孩子都带到了我们的身边，这种偷家的感觉还真不错，也防止孩子们遇到危险。3个人就那么静静地等着老李的行动。不到5分钟，我就听到了前面的声音，妈的，这家伙太能打了！人贩子直接退到了下水管道里面，老李如同一尊杀神，手里的尼泊尔军刀上下翻飞，每一刀都奔着要点砍过去。如果不是管道狭窄，恐怕早就全被老李砍翻了。挡在最前面的人已经被砍断了手筋脚筋，倒在地上不断的哀嚎。老李没有犹豫，随即手起刀落。人贩子老大所长想要从下水管道的另一方向冲出去，到了马路上，即便是老李也不好当街砍人。然而我已经死死地堵在了他们的退路上。所长死死地盯着我，你们要多少钱？我给，放我一条出路。我冷哼一声，人贩子都该死。见说不通，所长直接拿着匕首向我刺来。我灵巧的闪避，直接顺手牵羊将他手里的匕首拿了过来。失去了匕首的所长明显慌乱了起来，他的王八拳胡乱地抡过来。我双手架在头顶，挡住了攻击。就在所长想要冲出去的时候，后面一只大手抓住他的衣领。
老李用力一拉，所长身子转了过去，尼泊尔军刀直接插入了所长的心脏，所长嘴里咕噜噜冒着血沫，倒在地上。15走上前，死死地盯着所长，人渣，你早就该死了。所长用力地伸出手指着15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此刻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。我们4个人从下水道走出来，悠闲地点燃了最后4根雪茄，味道不错，心情也不错。而5分钟以后，警察到了现场，将被砍翻的人贩子全部带走，孩子也没带走。我们跟着警察上警车的时候，赏金猎人才姗姗来迟。我打开了车窗，笑着开口：“你们再练练吧。”游戏结束，我们赢了。赏金猎人们脸色铁青，他们输得彻底。很快做完笔录，我们4个大摇大摆地回了餐厅。4个人整齐地站在店长老大的面前，任务完成，请求归队。老大看着我们，脸色阴晴不定，你们几个家伙都是惹祸精，尤其是你。领导指着我，我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。不过下一刻，领导挨个拍了我们的肩膀，干得不错，开分店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当经理了。